家好，我係黑超妹。聽講最近幣圈嘅騙局越嚟越多，所以我出咗今期嘅幣圈防呃指南俾大家，希望可以幫大家防範以下呢啲常見嘅騙局，千祈唔可以俾啲騙子得逞嘅。第一種假空投，好多啱入幣圈嘅人可能唔知咩叫空投。其實空投又叫 airdrop， 係一種免費送嘢嘅行為。有人話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啊？事實上係有嘅，因為有啲項目方早期為咗吸引啲人去關注佢嘅 project， 會利用空投呢種方法去送幣啦、送 NFT 啦等等。一般佢哋會喺自己官方嘅社交媒體，例如 Twitter 啊、自己嘅 website 啊、Telegram 啊、Discord 啊等等公布佢哋空投活動嘅 detail。所以有時真係可以通過空投執翻啲小便宜噶，但係要注意嘅係，有好多騙子就係利用人中意貪小便宜呢個心理，借助一啲假嘅 account 嚟呃錢。以下就係一啲佢哋嘅常用方法。第一種釣魚 link， 佢會喺社交軟件度發一啲假嘅空投項目，要你點擊某個 website 嚟了解詳情，而當你點完之後你就瀨嘢噶啦。所以就算你係喺一個你平時關注開嘅社群度見到呢個空投嘅信息，都要首先睇清楚佢究竟係咪一個 fake account，或者係一個高仿嘅 account。我一般嘅做法就係先上項目方嘅 website 或者 Twitter 睇下有冇佢哋相關嘅活動內容啦。如果有嘅話，就喺佢哋 official website 提供嘅入口度進行操作。我喺度要提醒大家一點嘅就係，任何你唔熟悉嘅啲 website 或者 link， 你都千祈唔可以亂點，而且要注意檢查好 domain name， 因為而家好常見嘅一個呃法就係啲騙子會模仿一啲 official website 去整一個假嘅 website， 等啲人分唔清楚，然之後呃錢，所以你要注意唔可以俾啲高仿嘅網頁呃。第二點就係，有啲人會話你轉一個 bitcoin 俾我，我會轉翻2個 bitcoin 俾你。有人話點會有人咁傻咁都信啊？但係事實上就係有啲人上咗當，因為當佢叫你匯錢之前，佢會話我呢個係為咗驗證你嘅地址，所以要你先匯錢過嚟，然之後我再俾更多嘅回報俾你。又或者佢會應承你會俾着數俾你，但係首先問你攞好多重要嘅個人信息啊，你嘅 account 密碼等等。所以如果遇到呢啲情況就一定要小心啦。第二種係龐氏騙局或者金字塔式騙局。龐氏騙局同金字塔式騙局喺形式上有少少唔同，但係簡單嚟講都係以投資嘅名義不斷咁樣拉人入局，用新加入嘅投資者嘅錢嚟保持其投資者嘅利益，而冇實際嘅投資項目支撐嘅一啲詐騙手段。即係當一個項目一上嚟就同你講要拉人頭拉下線，而唔係同你講佢哋嘅產品或者項目嘅話，就要警惕啦。喺呢度我要提醒一下大家，要區分清楚正常嘅反用推銷手段同埋傳銷騙局嘅區別。好多時候你都可以見到有啲項目方有推薦好友享某 percentage 嘅折扣之類嘅活動，呢個係一個十分正常合法嘅營銷手段。而項目方咁樣做可以幫佢哋自己更快咁樣拓展客源，同時令邀請同受邀請嘅人都可以得到甜頭。所以呢種方法比起項目方自己攞錢出嚟賣廣告要快捷有效得多，所以係一種互利共贏嘅一個好方法。至於要點樣區分佢哋，最基本嘅就係同我前面所講嘅，如果個項目重點基本都係擺喺你要去拉多啲人啊，而
你睇唔到個項目佢其他有價值嘅地方，你就可以同佢 say bye bye 啦。就算係受人介紹或者話回報有幾高，你都一定要做好功課，唔好信十足俾人呃。第三種，空氣幣騙局。咩叫空氣幣？簡單嚟講，就係一啲齋吹但係冇任何實質行動嘅項目幣。有啲空氣幣項目推出嘅時候，為咗炒熱度，會將個藍圖寫得好偉大，甚至揾好多明星去宣傳。當你同好多人一樣以為佢未來一定可以大有作為嘅時候，佢就利用呢波短暫嘅熱度嚟割你韭菜，然之後走路。當然唔係所有嘅空氣幣項目都係割一波韭菜，然之後攬錢走路。有好多幣背後就算冇實際項目支撐，都一樣有好多人玩。因為空氣幣嘅價格波動好大，對於投機者嚟講，價格就係一切，背後有冇價值根本就唔重要。空氣幣價有一飛沖天嘅可能，亦都有歸零嘅可能。所以如果你想通過投機嚟賺錢，你就要自己承擔翻相對嘅風險。唔係空氣幣確實比較難去定義同埋判斷，但係只要唔係俾人呃錢走佬，我覺得都唔算係騙局嘅受害者。就我個人嚟講，我會將大部分嘅錢進行排名比較穩定靠前嘅價值幣嚟投資，然之後將極少部分分散去幾隻我認為有潛在爆發空間嘅新幣嚟投下機。咁嘅分配可以合理減低風險，就算真係咁唔好彩俾人呃錢走路，都損失唔算太大。當然如果你想靠空氣幣嘅暴漲一夜暴富，咁就另講啦，因為我呢個做法實現唔到一夜暴富嘅可能。但係如果你執意想一夜暴富又驚一夜清零嘅話，我建議你就都係嗰句 DYOR Do Your Own Research， 自己做好功課，為自己嘅判斷負責，為可能出現嘅結果做足心理準備。第四種，假嘅交易平台。我聽過啲騙局嘅手法，就係啲騙子通過搭建自己嘅平台，偽造一啲假嘅交易數據，然之後製作出好似好賺得錢嘅假象，吸引人不停咁樣去抌錢落去，然後等時機成熟嘅時候就攞錢走路。呢種方法確實呃到好多對加密貨幣唔了解但係又想投資嘅人，因為加密貨幣投資對於大部分人嚟講都係一個新嘅領域，相信好多人一開始想接觸呢個領域嘅時候都無從下手，因為佢同其他傳統嘅投資有啲區別，例如喺邊度開賬戶投資啊，具體點操作啊，都係一啲難題嚟嘅。而啲騙子就利用呢一點，扮演一個帶你入行嘅熱心人士嘅角色嚟呃你投錢入去佢嘅平台。要避免成為呢類型嘅受害者，好簡單，就係 do your own research， 要保證自己嘅財產安全，梗係要揾啲信得過嘅交易平台啦。只要你上網查下，你就可以知道最大最多人用嘅交易所係邊幾個。我自己嚟講，我而家主要用緊 Binance， 因為佢係目前全球最大嘅加密貨幣交易所之一，而且功能比較齊全，可以交易嘅幣種都好多。所以如果想註冊呢個平台嘅朋友，如果通過我推薦嘅 link 註冊，就可以獲得10%嘅交易手續費嘅返還。大家一定唔好錯過呢個機會，因為當初我註冊 Binance 嘅時候就冇人推薦俾我，而我自己去註冊嘅，所以就 miss 咗呢啲手續費返還嘅呢個好機會，感覺錯過了1個億啊！最後總結下，要點樣防止俾人呃呢？首先一點就係遇到任
何幾吸引嘅廣告或者消息，你都要時刻保持清醒，唔好頭腦發熱亂點啲 link， 唔好因為貪心因小失大。第二就係唔好輕易交出自己嘅個人信息同埋錢包嘅密碼。喺呢度我要補充一個呃人嘅方法，就係啲騙子會用假嘅 account 嚟扮項目嘅客服。當你遇到問題係佢嘅時候，佢要你轉錢俾佢 test 啲功能，或者話要你嘅錢包 account 密碼同埋啲關聯詞。呢種情況你就要十分警惕啦。第三種，盡量避免俾人 rug pull。要點樣區分有前途嘅幣同騙子幣呢？前面我成日講 DYOR do your own research， 究竟係點做？第一就係睇項目嘅白皮書，而咩叫白皮書呢？即係項目嘅發展計劃。而第二睇背後嘅技術團隊同埋有冇相關嘅大佬背書啦。第三睇產品有冇應用價值，可以解決到啲咩問題，未來有啲咩嘅可能性。第四睇項目嘅宣傳手段同埋 slogan。如果個項目不斷吹自己潛力巨大，但係一啲官方嘅網站查唔到佢任何比較詳細嘅資料，咁你就要小心啦。有啲新手可能唔知以上呢啲資料點睇，喺邊度睇，之後我會出視頻同大家講解一下。而第四，唔好亂信一啲唔知名嘅細交易所。如果你想註冊全球最大嘅交易所 Binance， 又驚點錯入咗去啲高仿網址，你可以點擊我視頻下面嘅 link。如果呢個時候你話你未 ready 入去幣圈，唔緊要，因為註冊個 account 又唔使俾錢嘅，而且註冊完嘅好處就係你可以先喺 Binance 嘅頁面入面學嘢，佢入面有超多嘅功能，有資訊中心啦，有 blog 啦，有直播啦等等。我自己好多關於 crypto 嘅知識就係喺入面度學翻嚟嘅，所以我再講多一次，如果你感興趣嘅話，記得通過我嘅 link 入去註冊，因為咁樣做你可以之後交易嘅時候慳翻一部分嘅手續費，而我又可以將獲得嘅佣金用嚟 run 呢個 channel， 提供更多嘅幫助俾大家，所以係有好多嘅好處而冇任何嘅壞處嘅，而且對於你同我同 Binance 嚟講都係一個最好嘅 deal。之後我會出視頻詳細講下 Binance 入面嘅各種功能同埋點樣操作，同埋新手可以喺入邊嘅邊啲 section 學嘢。最後祝大家可以安安全全咁喺幣圈賺錢，早日暴富。